啊，你看遇到个紧急情况，哇，高快的领航下体验了一把红绿灯起步啊！那今天的任务呢，是试一下天神之眼 C 的高速能力了哈。的高速领航进到广州市区的内环路，看看车辆大的情况下它的这个安全性还有没有保障，有没有舒适性？最重要的是车跟车的博弈之间，它有没有那种效率通行博弈的能力？所以废话不多说，马上出发！恳求大家给个一键三连，关注智能车研究所。所以我们测试马上开始。好了，来到市区内环路 A 线，所以呢，设好导航，看看这套自驾系统天神之眼 C 在广州的内环路表现是怎么样的哈。好。OK， 上坡的途中呢就已经可以激活这个领航了，然后系统默认是限速60，行，就按它的默认来跑。即将沿导航变道。哎呦，变道还是蛮积极的哦。你看，又有即将避开汇入口啊，它这个逻辑真的很好。前方有个汇入口，它避免高难度的一些博弈的场景，直接就向左变道给避开它。哦，弯中遇到堵车，前方匝道。哎呀！它刹车的提前量很足哦，你看在坡顶就开始慢慢缓缓的这样刹车了。留的这个距离也很够啊，已经是1档的这个车距了，最近的那档了。像人一样慢慢的溜停，在一个高快的领航下体验了一把红绿灯起步啊，这个场景我自己说来都觉得有点诡异，但确实遇到了，而且它没有退，你看正常起步。当然，这个红绿灯起步是因为我们跟车流才做到的哈。可以哦，这种走停停的舒适性啊，各方面也是能保障的。哦哟，點解佢要向右邊？好恐怖啊！你看，哇！那遇到一个场景了哈，它这种变道的逻辑呢，这还是高快的那种逻辑。它遇到下一个路口要向右的话，它就提前变道，那没问题，因为剩几百米了。但是这个开放的路口旁边又有车向左，我们要向右。其实这个时机就不好了。知道广州路况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实线后在前面桥上再变道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就遇到了第一个场景。它这个规控的底层逻辑各方面还是按高速的来的话，来到城区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好，我刚刚看到，因为咱们向右下去的话，会有一段接不上那个内环，是下了底下的市区的，所以它显示要退出，500米后要退一退啊！你看它在开放的匝道后，它突然间从最右来到最左，它是习惯性用这个最左侧来进匝道的啊，即将退。所以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啊，我们在最右侧向右拐，对吧？那没问题。但是突然间，它的右侧这么斜插去左边，这个就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了。退出至手动驾驶。车道领航已激活。其实咱们这个用 ACC 用 LCC 车道领航上去也都是没问题的。它这个逻辑很好，就是我激活高速领航的时候，导航是没有播报的。要往先烈东路，往原中路方向。剩 ACC、LCC 的时候，导航播报就出来了。那我现在激活之后，导航就不播报。这个逻辑，这个底层逻辑也很好，对吧？因为系统在帮我开车、帮我认路的时候，它就不用哔哩吧啦的告诉我怎么走了。
啊，这种 cut in 它的处理也没什么问题。真的，这套高速领航在前向的这些处理的按键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前向的 cut in 啊，前向的这种加减速的识别啊。从 SR 也可以看到哈，这种开放的超宽路口，突然间超宽1车道变2车道，那个 SR 的蓝条就在抖动了，就在挑车道，这个时候就会有车控体感上的不舒适性了。很明显啊，这个场景也是大家要注意的哈，就超宽车道突然间变成双车道，它可能在挑车道之间就会有犹豫。哎呀，那这种cut in呢，中低速的面对cut in就刹的有点急了哈，他真的是为了安全无所不用其极。这个刹车，其实我刚刚看到我后面面包车也急刹了，顿了一脚。这个刹车是有点急的，所以中低速看吧。如果安全作为系统本身来说呢，其实没太大问题，但是这个你要自己留意一下后方，要留点余量给人家。该接管共驾一脚油门上去，对吧？不然的话，后面可能会小心人家追你尾。哇，前面有个超宽的货车，智慧避让中，可以，这个避让的幅度没有很大哈，这边是没有，左边还没有压线，所以它不会说避到压了那边线。你看这种中低速面对的cut in，它的刹车还是比较大力的，所以没办法了，它以安全为前提，就是这么个逻辑。
这种场景下，如果堵车，你愿意给他用，你得承受这样的后果了。讲真，走走停停交给他嘞，还挺好，不用怎么费心，起步效率也算 OK， 你看也能跟着车流，不会说拉很远的距离。最后刹停，可能最后那一下下哈有点突兀一点点，但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这种缓缓的溜停的这个节奏。真要是早晚高峰期走个内环路啥的，能激活，对吧？堵车交给他。算是解放双脚了，就不用那个脚在那里挪来挪去，刹车油门这么大压力了。中低速的面对cut in，其实挺好，它刹车的时机哈没有说很及时，但是足够，因为这种快速的cut in呢，讲真，驾驶员自己都有一个反应的时间。OK， 让了个空位之后，让它走远了，我们再起步，就避免了那种非常近距离的那种贴的博弈了。这只要他是占着我们车道，其实我们都是以让为主的，没有什么跨线啊、绕行啊这样的逻辑的。他们完全进入了下一个车道之后，我们才加速往前走。还是那句话，加速效率很 OK 啊，他只要是过了那个车道，变道完成，一脚就走掉了。即将向右变道。只要是划线清晰的车道哈，无论是单车道、双车道，它的弯道能力都是没有问题。即将向左变道。刚想说它可能效率差一点，它又马上变道了，所以它跟慢车跟一段时间它就会超车的。这就是高架领航比 LCC 好的地方了。LCC 是只能沿车道保持。哎呦，
6，但是领航呢就可以主动超车、主动切换车道。它那个呢刹车，我怀疑是上坡那个视野阻挡，再加一些弯道的曲率，2个现实的一个原因叠加在一起，导致的它一个急刹车的观察。所以这也是一个能力边界，就纯视觉的话，你看上坡下坡视野受阻挡，而且弯中还是一个比较急的一个弯中的话，那确实一叠加出来就会有这种顿挫跟犹豫了。弯中它整体是保守的，但是走不好自己车道的能力是没问题的，所以你看它旁边跟有车并排，也不会太影响它的轨迹跟整体的行进的效率跟节奏了，主要是节奏。他有他的节奏，别人有别人的节奏，互不影响。稍微慢一点，把人家就让过去了。总体来说呢，这个天神之眼 C 我们高速试过了，高速匝道试过了，其实蛮 OK 的。我车流量不大的这种轻松的高速通勤。真的就是可以顶着限速的120，该超车超车，该变道变道，用下来真的是挺放心、挺稳的，也是以稳妥为主的。早早的把车速从120降到了60，哇！你看遇到个紧急情况，其實佢唔啱嘅。但是我们呢也是有绕行，但是这个绕行来的会晚了一点了。你看，其实我们已经早早的在匝道就把车速降到60了。目前来看确实匝道能力是有的，切换高速它的这个进出匝道，目前来看是没有任何降级退出。不过这个效率是有点让步的，很明显它为了保证舒适跟安全呢，第一，匝道前会一个提前很大的提前量减速；第二是遇到这种紧急的避让情况，它也会对吧跟得比较紧，可能才会有一个紧急的变道。而且变完道之后回去的那一下也是比较死板的，过弯各方面没问题，它车控是没问题的，整个体感会更像以前那种可能有图到无图的那种感觉，绝对不是那种端到端的，所以它很明显是有一些规则跟逻辑可以摸索到它这个系统的一些习性或者是规则在里面的，是好相处的。你知道它能干嘛不能干嘛，不能干的时候你就可以提前接管了，就越来越知道系统的脾性，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刚刚那个切换匝道也算是没有断点，没有接管，安全的给拐了过来了。包括城区的高快内环路都跑完一圈了。超预期的是什么？它前进加速的效率意愿是很强的，所以但凡过了慢车会出之后一脚那个油门加速，体验是很好的。然后其他车辆的博弈都不会太影响它的节奏。正常评测肯定是要挑刺的，但是998给你标配，还不收你软件钱，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台量产的交付给我们同事的个人自购车。交付即可用，没有任何的期货，不用等 OTA， 所以光凭这几个大前提我已经觉得暂保會真係冇問題嘅。但是呢，任何系统都有它的能力的边界的嘛，所以当然也不能说挑刺，是如实的告诉大家有哪些场景它比较难应对的。第一个就是超宽的单车道切换到双车道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挑车道的过程走左也行，走右也行。那个时候呢，可能会犹豫，导致整个车控会有点摇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时候你要提前接管。第二个也是挑车道的能力在匝道中，如果是双车道还是虚线的话，有可能会为了导航提前变道，对吧？在匝道中，在弯中就变道，所以这个时候要留意。第三就是它的安全为底线。急刹车偶尔会有点猛，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留意后视镜了，后方会不会刹不刹得住，要不要共驾给一脚油门留点空间给后车这也是一种防御性的驾驶。那除了这3点之外，其他真要挑的刺真不多。当然这台车是我们的自购车嘛，所以呢关注智能车研究所，后续如果它有什么能力的 OTA 包括城区的那个记忆的通勤路线，要是它能上线的话，我们也会继续测。什么海鸥更便宜的车，还有天神之眼 C 的话，我们也会进行一个体验报道，甚至拿这次的素材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所以记得关注智能车研究所，记得一键3连了哈。行了，我就继续让它堵着开回去了。真好，堵车这一点交给他真的很不错。